大家早安，今天是我们在日本九州的第5天哦。今天呢，我们要坐观光列车指宿所乡呢，出发前往指宿，做一个指宿的一日游。那因为我们今天晚上还要出发到宫崎去，所以呢，今天行程可能没有到那么多。好啦，那我们就出发前往指宿喽。环游九州，我们来到第5天啦。今天呢，我们将前往鹿儿岛最南端的一个城市指宿。指宿呢是一个以温泉闻名的度假胜地，气候温暖，加上观光资源丰富，所以有着日本夏威夷之称哦。另外，指宿最特别的是还能够欣赏壮观的开文岳，因为形状与日本最具代表的富士山相似，因此开文岳又有萨摩富士的称号。To be fearless, no one can hear us. You're throwing the pillars to the floor. Now put your loving on me, hey, loving on me. 这天呢，我们将搭乘指宿的观光列车指宿所乡呢，前往指宿车站。指宿所乡呢，全车只有2节车厢，而且是全车指定席哦。每日各3班列车来往鹿儿岛中央站以及指宿之间，常常是一位难求。所以建议大家一定要在前1个月开放订票时先预定座位。指宿所乡呢是铁道设计师水户刚瑞志呢所打造而成的。最特别的是这个列车呢外观采用黑白的设计，因此也有人说它是个黑白郎君。白色是靠海的一侧，黑色呢则是靠山的一侧。列车呢引用浦岛太郎的故事呢作为概念，以龙宫公主赠送的宝盒玉手箱来命名，让旅客呢走进车厢内呢就好像走进了传说故事中的宝盒，充满惊喜。See me get emotional, and sometimes I pretend I'm just above it all. But I want you lying next to me. Yeah, I want your body too. Yeah, body too. And baby, please. 没多久，就有列车人员会推着餐车呢，贩售列车上的周边商品。我们这次呢，购买了车上几乎人手1盒的玉手香便当。以及列车上超抢手限量的玉手香布丁，以及指宿限定的温泉汽水，能够一边看着窗外的风景，一边吃着美食，真的是搭观光列车的一大享受。为了让乘客有个美好的搭车回忆，还会免费赠送乘车纪念的明信片，盖上特有的列车印章呢，就能带回家留作纪念哦。比较特别的是，车厢内呢还有一个装有乌龟的玉手箱，可以在卡片上面呢写下你想传达的愿望。投进这个玉手箱之后呢，列车人员还会用车内的广播帮你把愿望念出来哦。Yeah, I want your body too. Yeah, body too. 抵达指宿之后呢，其实蛮推荐大家可以在这里租车自驾，但如果不自驾的话，也可以跟我们一样，在车站旁边的观光案内所里面呢，选择购买1日的巴士票券。但是唯一的缺点是巴士的班次呢，去程及回程呢，一天都只有3班巴士而已哦，所以必须要注意巴士的时间，只能挑选几个想去的景点。于是我们询问了一下案内所里面的人员，他就推荐了我们几个不错的景点可以前往。首先呢，第一站我们来到了指宿著名的池田湖，它是5700年前呢因为火山活动而形成的一个火山口湖，方圆达15公里，水深呢则是有233公尺，是九州呢最大的湖泊哦。这个湖泊还有个特别的事呢，就是这里还流传了水怪传说。在1961年呢，当时的在地人曾目击池田湖当中有巨大的水生怪物，因此之后呢就引用了当时的尼斯湖水怪的尼斯呢，称作池田湖的水怪呢称为伊西。虽然这个传说的真假众说纷纭啊，但也因此替这个湖泊呢增添了一些想象的空间。
Hello， 大家，我们刚刚呢在池田湖呢，因为巴士的班距比较近，所以呢我们就大概只待了25分钟。那我们现在第二个景点来到的是长崎鼻以及龙宫神社，这里呢我们可以待2个小时。那我们就看一下这里有什么好看的地方吧。这里呢就是龙宫神社，哦，蛮迷你的，小小一个，红白的。然后就面向海洋，视野很好哎。龙宫神社呢是祭拜龙宫公主遗迹的神社，坐落于萨摩半岛最南端的鹿儿岛长崎鼻，是当时浦岛太郎的出生地。龙宫神社最主要是祈求姻缘及幸福的爱情，采用大量的红白色彩，与一面的蓝色大海呢相互辉映。在神社一旁呢有个装满贝壳的大箱子。据说呢，如果把愿望写在贝壳上，并放入木桶里面，愿望就会实现哦。因此呢，龙宫神社的木桶里面呢，一直都满满装着游客及参拜者的愿望。然后这里有卖朱印，500块跟1000块的。我们来看一下龙宫神社的朱印。然后这里也有卖我们刚刚在紫苏手香的汽水，1瓶270。这里是它有小包装的，好可爱哦，超迷你版的，这是大瓶的。那前面呢，这里就是长崎鼻啦，然后往右边转呢，这里就是开文岳啦，超级壮观的耶。我们现在呢要沿着长崎鼻的步道下去，这里呢有一个浦岛太郎，还有一个开运的方法。男生呢就是走左侧呢走2次，女生就是右侧走2次，然后再抚摸乌龟，你的许愿就会实现。然后这里有个爱心的装置艺术，那前面呢就是长崎鼻灯塔啦。这里就是开文岳啦，非常壮观嘞！今天天气非常的好，整个开文岳就让我们看到。那开文岳它有一个9州的富士山之称，真的很幸运，可以看到一整颗的开文岳，真的是太值得、太幸运了。长崎鼻灯塔呢被东海围绕，可以眺望无边际的海景及山景，且这个灯塔呢也曾经被日本协会呢选定为恋爱灯塔，是许多游客来紫苏必访的景点之一哦。长崎鼻的海岸呢属于火山熔岩地形，是萨摩半岛最南端突出的海角，因此呢有着龙宫鼻之称，也是少数能够和火山相望的海泥地形。每到了夏天，这里也是海龟的产卵地哦。来到这里，不妨可以静静的欣赏这天然美景，以及聆听海浪拍打的声音。白色的灯塔以及浪花，蓝色的大海和天空，与远方的开文岳和九屋岛形成了萨摩半岛南端最美的一幅画。来紫苏呢，必推行程，可以看到开文岳，那也可以看到长崎鼻灯塔，然后旁边呢还有龙宫神社，一次捕获3个景点。好啦，以上就是我们这一集在紫苏的半日游啦。那非常推荐大家可以来长崎鼻公园走走晃晃，跟灯塔拍照。
那也可以来龙宫神社来这里参拜。幸运的话，也可以看到开文月哦。那也蛮推荐大家可以去池田湖走走晃晃，喝个咖啡，吃个下午茶。那也非常推荐大家下次如果来紫树的话，也可以坐一下它这里的观光列车紫树一手香。那希望大家会喜欢我们这一集。接下来我们要继续前往宫崎喽。好了，那我们就下次见喽，拜拜。